这柄金刀乃是袁家镇府之宝，金刚打造，通体泛金，长约6尺6寸，重逾100斤，需2名壮汉才能抬动。配合袁家7749式金刀刀法，威力无穷，罕有敌手。而袁公子家财万贯，雄霸一方，其父曾是江湖有名的金刀大侠。金刀大侠老来得子，不仅对其十分宠爱，更是将一身绝技尽数传下。袁公子本身也痴迷武学，广结江湖豪侠，可惜性情颇为阴险，极度自负。凡是前来投奔之人，若是接不下一招，便会被其当场斩杀。袁公子比斗之时还不讲武德，依仗本领高强，肆意杀戮。画面一转，镇上的一家饭馆中，3个年轻小伙饱餐一顿，其中2人径直离去。等到伙计收钱之时，余下的小伙却是双手抱头缩成一团。伙计当即明白，这是碰上来吃霸王餐的了。随着老板一声令下，伙计们立时对他拳打脚踢。见江厨子还要持刀杀来，一位黑衣青年赶忙拦下，随后大手一挥，要替小伙付账。可等青年酒足饭饱之后，未料青年同样双手一抱，好家伙，又是一个吃霸王餐的。偏生这青年还武艺不俗，饭馆老板只能自认倒霉，任他离去。而那3名小伙本身各怀绝技，曾经也都是名扬一方的武学世家，只可惜生不逢时。彼时洋枪短炮传入中国，先进的技术冲击了社会的方方面面，3人的家族也因此没落，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，漂泊无依，身无分文，只能靠着吃霸王餐勉强度日。这日3人又盯上了一家饭馆，等到吃饱喝足后，另外2人照例离去。这次轮到3人中的何飞留下挨打，但这家饭馆乃是袁家产业，明显不走寻常路。掌柜言称，只要从一旁窗户跳下，不用挨打就能免单。何飞顿时喜出望外，来到窗户一看，却傻了眼。只见下面立着梅花桩，周遭布满尖刺，一旦不慎掉下，不死也要重伤。何飞自幼习武，自是不惧，却见他身如羚羊挂角，上下翻飞，显得轻松写意，来去自如。随后一个筋斗原路返回，大摇大摆，潇洒离去。入夜，在3人栖身的破庙中，冯家基连连叹息，他们走投无路，四处吃霸王餐，让人打一顿反而两不相欠。但这一次袁家饭馆不曾为难，令他们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隔日何飞便前往当铺，要将自己的家传宝刀当掉换钱。掌柜打眼一看，就说是烂铁刀，不值钱。何飞怒火上涌，持刀威胁，掌柜这才老实奉上20块大洋。这家当铺同样是袁家的产业，掌柜将宝刀奉上，袁公子观赏一番，连连称赞，能有这等宝物随身之人，必然是江湖好汉，吩咐掌柜下次遇见一定要格外留意。另一边，兄弟3人有了钱财，四处吃喝。可20块大洋终有用尽之时，何飞不得已再次来到当铺，打算将宝刀彻底卖掉。然而掌柜一见是他，立马笑脸相迎，不但将宝刀完璧归赵，还另外送出30块大洋，只是在他临走前留下袁公子的大名。3人再次来到饭馆，凑巧遇见了上次帮忙解围的青年，双方因发生口角，约定在破庙比武较量。正在4人比斗之时，袁公子带人前来出声制止，以结交朋友切磋武艺之名，请他们前往袁家留宿。青年名叫杨追风，闻听此言，声称自己可以跟随而去，但前提是需接他3棍。袁公子随口应下，身如凌元，轻松将3棍接下。4人也不再多言，前往袁家。袁家的奢靡富贵令他们大开眼界，吃穿用度无一不精。4人也在此住下，尽情享受。但袁公子一番后代并非出于好心，袁家的生意向来顺风顺水，却在收购关家镖局时碰到了硬茬。少镖头关云坚决不肯出让，接连动手打伤数匹袁家仆人。袁公子觊觎关云之妹容貌秀丽，送上聘礼也被关云暴力赶出，因此怀恨在心，收留4人为他卖命，准备借他们之手将关云除去。随即袁公子上演一出苦肉计，命管家告诉4人袁家遭受关云欺辱。4人不知底细，当即前往，正巧撞见关云殴打袁家仆人。4人中的曾乔率先试探，却奈何关云不得。冯家基正欲动手，却听一声呼喊传来，关老太带着关小姐前来。关云身为孝子，不愿母亲生怒，勾肩搭背，声称4人皆是他的好友，暗中约定明日再战。
翌日，关云应约前往破庙，四人早已恭候多时。冯家基率先下场，双腿凌厉如风，颇具威势，却还是被关云一招击退，甘拜下风，自行退场。何飞随即动身，依仗灵活的身法与其周旋，正欲偷袭时，却被一拳击退。随后拿起双刀，使出看家本领。关云依旧赤手空拳，轻松应对，调笑他的刀法不过如此。何飞也不恼，施展自身绝招双星飞渡，瞬息将树枝切裂，关云这才一阵后怕。之后杨追风再度出手，双方比拼拳脚，似龙争虎斗，肩膀相撞之声不断传来。时值正午，双方已是饥肠辘辘，约定下午再行比斗。眼看四人离去，关云却只能勒紧腰带抵抗饥饿。经此一战，双方不打不相识。四人觉得关云并非如传言般恃强凌弱，反而是一名重情重义的江湖豪杰，遂买来一桌酒菜宴请关云。只觉相见恨晚，惺惺相惜，却被暗中跟随的管家看在眼中，慌忙将情况上报。袁公子早已料到会是这般，叫人做好了一根特制的木棍，趁着四人熟睡之际，命管家暗中将杨追风的长棍调包。隔日，四人再度前来挑战。关云已经和杨追风比过拳脚，今日就要领教他的棍法。杨追风一言持棍上阵，一棍戳出，点在关云胸口。关云依仗一身劲力与其角力，哪知一道爆裂声传来，棍头瞬间将关云洞穿。可怜关云一身豪气侠义，就这般惨死当场。杨追风立时不知所措，眼看另外三人愤怒袭来，自知百口莫辩，寻机离去。三人将关云遗体送回镖局，见母女二人悲痛万分，方是要为关云报仇雪恨。而这一切都是袁公子的诡计，他早已在调包的木棍中藏入火药，只等杨追风施展棍法时借刀杀人，将关云除掉。如今只要再除掉剩下四人，就能以帮忙报仇之名讨得关小姐欢心。三人这才明白自己看走了眼，事已至此，无需多言。何飞与冯家基各自对战一名袁家高手，曾乔则手持利斧迎向袁公子。未料袁公子一柄折扇挥舞写意，轻松将他的招数挡下，随后更是挑来金刀，刀势大开大合，瞬息划伤曾乔，一刀劈下，重于千钧，将其斩杀。见此，冯家基快速解决对手，施展腿法迅即攻来。可袁公子一柄金刀强横非凡，不多时便将冯家基一刀挑杀。只有何飞用出杀招解决对手，足够机灵，暂避锋芒。随后何飞前往镖局，竟撞见了早已来此的杨追风。进屋一看，才知母女二人已然自尽。杨追风制止还想动手的何飞，承诺会让真相水落石出。入夜，管家来到镖局游说，却见到母女二人的遗体。何飞二人借此伪装冤魂，恐吓他。管家恐惧间将一切真相说出，得知真相的两人随手将管家毙命。可如何破解袁公子的金刀，依旧是一筹莫展。不料早有人在破庙等候多时，来人竟是袁家的掌柜。掌柜跟随袁老家主多年，眼睁睁看着袁公子走入歧途，他实在不愿看到公子再滥杀无辜，将袁家的金刀刀法全部说出。两人立时着手演练。为了增进彼此默契感，杨追风还将自身所藏的杀招展示。待天光放晴，两人齐齐杀入袁家。袁公子也早有准备，杨追风持棍迎上金刀，何飞为防不测，杀向两名扛刀卫士。未过数息，便将两人斩杀。随后与杨追风使起车轮战，意在观察袁公子的刀法路数。虽各自受了些轻伤，却也将金刀刀法摸了个透彻。袁公子刀法愈加凶猛霸道，势不可挡，将长棍接连砍断。杨追风出其不意，施展杀招，瞬间将袁公子洞穿。袁公子还欲垂死挣扎，何飞使出双星飞渡，一刀封喉。杨追风也乘胜追击，将袁公子击毙。可惜何飞也因伤重，命不久矣。一场纷争也终于沉重落幕。